轻轻说再见，请别走太远。流逝的时间，聚焦几种遗憾的裂变。惦记的梦想，城市里兑现，尽情释放感觉，要体验。想要给的爱，想要说的话，了无牵挂。再走一段并肩走的路，再说一句最真心的话，最真挚的心一直存放在我们心上。再跳一支最想跳的舞，再抱一个最想抱的人，所有的美好会在一刻永恒里燃烧。心宇怎么样了？Dr. B还在检查。心宇心宇，Dr. B， 心宇怎么样了？已经帮心宇打了抗生素，现在他的体温已经恢复正常了。不过你们也知道的，心宇发烧的情况会反复出现，抗生素至少要打个5到7天，也要确保他的血小板、白血球和红血球指数正常。啊，又要 stay 在医院，我不要，我要回家。心宇，要听 Dr. B 的话 ，OK？ 心宇，乖乖听 Dr. B 的话，配合检查 ，OK？ 我不要，我没有发烧了，我要回家。OK， 我知道。等你好了之后，我们就带你回家。我讨厌医院，我不要 stay 在这里。哎呀，Daddy 妈咪会在这里陪你的嘛。No。方心宇。哎，这里有小熊软糖哎，好像是心宇喜欢吃的软糖哦。哼，我又不是3岁小孩。对哦，你9岁了，那你应该有3包才对。心宇，你不是很喜欢现在最流行的咪咪勾玩偶吗？你乖乖听话，等你出院了，Daddy买给你 ，OK？ 心宇乖啦。Dr. B， 那我要住多久？等确定没有发烧了，Dr. B 就让你回家 ，OK？ 你好好休息，有什么不舒服就告诉护士姐姐。谢谢你 ，Dr. B。谢谢。要不要吃？心宇，妈咪给你玩手机10分钟，你妈咪爹爹出去跟那2位男哥聊一聊。心宇怎么样啊？医生说心宇的高烧已经退了，真的很谢谢你们。应该的。这位是我的先生方子墨，是这2位安哥送心宇进医院的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麻烦了，麻烦了。我的女儿一向来身体比较虚弱，容易受感染，她一玩起来就不知道轻重了。她不是去游乐园玩的，她是约了我们。他为什么约了你们？因为等一下，星宇约了他们，你不知道；他出门你也不知道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？我刚才在开会，没有注意到。所以工作比较重要吗？这根本是2回事，你不要借题发挥哦。我不是在家里闲着，我做家务做工还要照顾孩子，带心宇复诊看医生的。我每天精神紧绷，我做的还不够多吗？孩子一出事你就只会怪我。是，什么都是你做，我什么都没做，我没有用，你满意了吗？你们不要吵了好吗？难怪心宇要你们离婚。什么意思啊？他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？是星宇来找我们的。我们是终点啦啦队的成员，宗旨就是帮助重症病人完成他们的心愿。
他想完成什么心愿？就他说的，想要你们两个离婚。星宇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心愿？怎么不可能？你们两个整天吵，他当然希望你们离婚了。为什么跟爹地妈咪说？早知道就不要找你们了，哼！星宇，星宇，现在是什么情况啊？星宇在生我们的气，我们还要不要帮他完成心愿了？星宇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他爸爸妈妈和好。他是因为他爸爸妈妈整天吵架，让他不开心，所以希望我们两个帮他们离婚。所以我们不应该帮他们离婚，而是要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喽。要是这样的话，就不能够满足星宇的愿望，他要误会我们背叛他了。如果我们真的有办法让他们两夫妻和好，我相信他会知道我们的苦心，就不会怪我们了。不过他们两夫妻的恩怨应该累积了很多年，不容易解决。叫耀林去查查他们的背景，就知道问题出在哪了。耀林，他不是已经辞职了吗？你要他回来帮你啊？这种小事我自己来，不用找他。米西，你来了。今天一样拜我辅助一名。之前不是跟你说我做到下个月不做了喽？你说要起租金，我决定继续租了，之后要继续来支持我哟。你不是说负担不起吗？我去找老板谈，本来呀他是要加租48%的，现在愿意减到28%。我算了算，觉得还是可以赚回来，就继续做喽。 Mrs. Fu， 你怎么来了？老板要我拿租约给你。没其他事了吧？有，可以打包一份黑糯米吗？谢谢。幸好有个傻瓜愿意帮你补上那28%的租金，要不然我就再也吃不到我最喜欢的糖水了。什么傻瓜？什么补助金？我哪有说过这样的话？不是你说的吗？有个男人为了你的女顾客可以继续吃到你的糖水，愿意每个月分担你1半的加租费用啊！不要再说了。那个女顾客是我吗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他交代我绝对不能说的。我以后不会再来了。啊，我说，他是个男人。然后呢？那男人还说他是为了很爱的人这么做的。哎呀，好了，再讲下去你就知道是谁了，你就不要再问了。你呀，想吃我的糖水就要多来，3个月后就没得吃了。为什么？哎，老板起租金就干脆不做了喽。Hello， 老板娘。哎，帅哥，你来啦！啊。那么说。我就要这个，送到我给你的地址。没问题。喂，夏彤啊。我要见你。等一下4点我去你家找你。哦。这个另外跟我包起来。好。
进来。快进来坐。不用了。这送你的。你为什么总是以为用钱就能把所有的错一笔勾销？我只是想送你一份礼物而已。我说的是糖水店的事。什么糖水店啊？你以为帮老板娘还租金，我就会原谅你吗？我没有帮她还租金啊。你现在做什么都没有用，你越想讨好我，只会让我更反感。都说不是我了。你敢说你没帮老板娘付一半的加租费用？如果是我的话，我直接买下来就好。我为什么要帮她还租金啊？真的不是你。自从耀林那件事，我哪里还敢背着你做这一些啊？夏彤，夏彤，找我什么事啊？糖水店老板娘的租金是不是你帮忙付的啊？你怎么知道？夏彤以为是我做的。那他有没有生气？你说呢？我千交代万交代，糖水店老板娘千万不可以跟夏彤说，为什么他要讲？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的，可是现在他误会是我付的，他以为我又用钱来讨好他，对我更反感了。对不起啊，我也没有想到会害到你，我只是在想，夏彤一个人生活，每天除了跑步，也没有喜欢其他的东西。如果连他天天吃的糖水店都关了，他一定有难过的。你要讨好他，就直接跟他说。那你现在最好跟他解释清楚，这不是我做的。我知道，可是他不接我电话，也不回我简讯，不知道我怎么跟他讲了。啊，你就这样放弃了？当然不是啊，我是不会放弃的。新宇啊，你刚刚才出院就去学校，你真的可以吗？那你要答应爹地，你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小心 ，OK？ 你真的那么喜欢去学校啊？好过留在家里听你们吵架。爹地妈咪没有在吵架啊。骗人！是真的，爹地妈咪是在讨论事情。我们在讨论事情的时候比较激动，说话就会大声一点喽。那你还爱妈咪吗？当然爱啦，要不然我们也不会结婚，更不可能有你了哈。我要迟到了，快点！ OK， 来，坐，快点啦，要迟到啦。请问梁瑞英女士在家吗？我是。这是你的包裹。谢谢。
今天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啊？难道是因为那天吵架的事？爱你的老公？这个帮我跟进一下。嗯，好，可以。这2个也是啊。哦，可以，没问题。打好了，你先做这个吧。那好，拜拜拜拜。拜拜。Hello， 你是子墨吗？我是水淼。你是送星宇去医院的港哥？请问你有空吗？我想跟你谈谈星宇的事。别吃那么快，小心噎着。我要换吃完换去开工啊，找什么事啊？既然你赶时间，我们就直话直说。你为什么买一个这么 cheapskate 的包包给你老婆？你们怎么知道？星宇说的。他说你老婆每年生日你都会买个名牌包包给她，就今年随随便便挑个普通的就算了。你是不是因为一直在存星宇的医药费，所以才那么省？你老婆照顾星宇已经很辛苦了，1年1次的生日你就买好一点的包包去表示表示，有这么难吗？你应该好好的宠一宠她嘛。可是爱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。我们只是想把星宇的心声转告给你知道。星宇还小不懂事也就算了，可是我老婆她也知道我们家里的情况的。星宇的病是要用很多钱来治疗的。你真不了解女人的心理，她知道是一回事，你用行动来表示又是另一回事。你女儿得了这个病，你把所有的精力放在让她好起来的这件事情上，我完全可以了解。因为我也是爸爸，但很多时候可能因为这样子忽略了老婆的感受。她是我老婆，她应该体谅我啊。对，她应该体谅你，可是你也应该尝试体谅她一下，买个名贵包包表示一下，让她开心，很难吗？其实我觉得不需要买贵的东西，用心好好关心她，或者你想想看，这个家还有什么事情你是可以一起负担的。Hello， 无人去 airport 啊 ？OK， 我15分钟到。拜拜。不跟你们聊了，我去载客人。哎，你还没说要怎么处理呢。星宇睡了。等一下，这个名牌包是你买的，卡片上有你的署名。你老婆照顾星宇已经很辛苦了，你应该好好的宠一宠她嘛。你为什么买这么贵的名牌包？你不说要把这些钱存给星宇治病的吗？这不是你想要的吧？什么意思啊？你不是跟星宇说我送给你的包很 cheapskate 吗？我没说过这种话。要不是你跟他抱怨，他怎么会跟那2个阿哥说？我怎么知道啊？可能星宇觉得你平时对我很吝啬咯。我每天日做夜做，省吃俭用，为的是谁？还不是为了这个家，为了你，为了星宇？你还说我吝啬？我没说过这种话。算了，你就是那么无理取闹，无法沟通。你也无法沟通。你们又吵架了。妈咪，你的新 bag 啊，这不是你最喜欢的 brand 吗？是不是安哥面包送你的？
你为什么说这个包包是 Uncle Brad 送给我的？ Uncle 面包喜欢你呀，当然送包包给你。谁说 Uncle Brad 喜欢我的？不止 Uncle 面包喜欢你，你也喜欢 Uncle 面包。谁跟你说的，心雨？我看到你们两个在沙发上抱在一起。这个男主角帮女主角出头的动机不够强烈，有点太理所当然了。我想到了，如果这件事攻击了男主角的弱点，那男主角不只是为女主角出头，也在为自己出头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应该可以。有了，有了什么？我们有钱拍电影了。我们赌场的故事带到了辅助金，真的，终于，幸好有你，心雨，你醒了。心雨，真的不是这样的。妈咪跟 Uncle Brad 抱在一起，是因为我们的剧本可以开拍，很高兴，所以抱在一起。就好像妈咪跟爹地很开心的时候就抱你一样啊。你不用骗我了，我什么都知道。我知道你不爱爹地，爹地也不爱你了。真的不是这样的。那你们为什么每天都吵架？你还爱我吗？是不是觉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？还是我们之间已经没有爱了？为什么突然这么问？刚才心雨跟我说，他觉得我们已经不爱彼此了。心雨早上也跟我说过这番话。也许我们真的太经常吵架了。有哪对夫妻不吵架的？可是我记得我们刚结婚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的。好像是心雨生病了之后我们才这样的。难怪心雨会去找那两个安哥，希望我们离婚哦。那两个安哥今天也来找我，找你干什么？他们说你照顾心雨很辛苦，要我对你好一点。我想，
你的包包应该是他们用我的名义送你的。真的给我猜对了。卡片上写的话那么肉麻，一点都不像你会说的话。你还蛮了解我的啊。我想我们以后不要在思雨面前吵架了，免得影响她的心情，对她的病情也不好。好。那个包，明天我把它送回给他们。很晚了，你明天要送心雨去上学的，早点睡吧。你不睡啊？我明天需要开会，还需要读一些资料。那你也早点睡啊。晚安。晚安。对不起，你 block 掉我，联络不到你，我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才能见到你。你听我解释好吗？不要再说了，相信我，我真的没有跟林火焰串通来骗你。我真的不想再听到那个人的名字了。夏彤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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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听我解释啊！不准跟过来！夏彤，夏彤，夏彤，听我解释，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。给我一个机会解释可以吗？夏彤，夏彤，别跑这么快！夏彤，夏彤，夏彤，怎么样？是不是扭到脚？让我看看。都叫你别跟过来了。都叫你不要跑这么快了，我送你去看医生。不用了。你到底要我怎么做，你才可相信我？我真的不是林火焰派来接近你的，我是真心喜欢你。我承认，我一开始认识你的时候，我觉得你很固执，很冷漠。可是跟你相处久了，我觉得你的固执跟冷漠只是你的保护色。你小时候过得很辛苦，我这一段日子，我所做的一切，都是希望不要让你再受伤害。给我一个机会保护你好吗？糖水店一半的加租费用是你还的。是，可是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只是不希望看到你最爱的糖水店关了。谁跟你说是我的最爱？不是每次下班都会去打包吗？那只是我的习惯。
让我扶你回家。这些年来过得还算不好不坏，复制贴上该有的愉快。多久没对你说来，怪就怪，是你把我宠坏。Falling nights，好吃吗？下个星期六晚上8点有空吗？什么事啊？陪我出席一个颁奖典礼。我的剧本得到辅助金，家人可以一起去的。哇，妈咪好厉害！我看一下 schedule。啊，那天不行了，有人订了车子。Daddy， 你 cancel 你的 booking。不行啊，那个人很早就 book 我了。可以找人代班吗？当然不行了，这个客人很挑剔的，之前给他选了几个司机，他都不满意，他就一定要我。而且这个客人很大方的，还给我的小费很多啊。如果我拒绝了他，他以后不 book 我啊，那就糟糕了。我相信他会理解的。我又不是每次有机会上台领奖，我真的很希望我们可以一家人一起去的。对呀，Daddy， 你应该去 support 妈咪。我也想啊，不过Daddy怕人多的地方，你也知道的，人多的地方我会不自在的。没关系，我跟心宇一起去就可以了。来，那天我9点半才要载客人，我可以先载你们去。星宇，星宇啊，Hello， 迪啊，你们在哪里啊？哦，我看你在睡觉，就带思雨去超市买东西。等一下我打包午餐回来哦。哦。其实也不用买贵的东西，你用心、真心关心他，或者你想想看，在这个家有什么事情是你可以一起分担的。
爹地，我们买了谁了回来？哦，太好了！先等 Daddy 织好衣服，我们一起吃。放那边吧。等一下我折吧，你放这吧。没事的，反正我今天休息嘛，我就帮你做一点家务。你折成这个样子了，我等一下还要重折的，算了吧。啊？怎么那么多水迹啊？你刚才抹地啊？是啊。你是不是没把拖把弄干？有水就怎么样？干净就可以了吧？怎么会干净？还有，你抹地前有没有扫地？抹地前要扫地的没？方子墨，什么事？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洗内衣要放洗衣袋的。你有洗衣袋没？我都没看到。没关系的啦，一次两次没有用洗衣袋洗不会坏的。是没关系，我内衣都给你洗到坏了，洗到变形了，你看。我都没穿过，我怎么会知道呢？我内衣很贵，都是新的。我跟你说，以后不要碰我的衣服。我难得今天在家里休息，就想帮你做点家务，你就嫌东嫌西的。以后你求我，我都不做。最好不要做，越帮越忙。好啊。我肚子饿了，我们可以吃了吗 ？OK， 我去拿汤匙。来 ，Daddy 跟你一起去 ，OK？ 我的报告是不是很严重啊？你的复诊报告的确不乐观。报告显示，你的癌细胞数量增加了，才导致你最近常常剧烈咳嗽。这么说，我就等死了。接下来我们需要换治疗方式。从报告结果来看，不管是第一线的联合化疗，还是第二线的单纯化疗，都对你的病情没有帮助。这些药对你的癌细胞起不了效用。你要不要参加临床试验，使用试验中的药物？只要有1/1000的机会，我都愿意尝试。你脚怎么了？Dr. Go， 你找我。Mr. Lim 答应参加临床试验，你安排一下，准备好需要用到的药物。夏彤，你不用一直扶我的。不行，一定要扶的。坐那边吧。你等我去买吃的。我在网上看到这一档的沙爹很好吃的，你吃吃看。我等一下再拿。真的很好吃哎！我喂你，啊，没关系的，吃一口吧。给同事看到就不好啦。那我下次带你去远一点的地方爬头。好吃吗？
你这里肮脏了。哪里啊？在哪里啊？谢谢你。Hello， 这么巧啊，来复诊啊？吃饱了哈？偷吃也不会抹嘴。哦，我哪有偷吃？我是光明正大的吃。还光明正大？我怎么知道你心里存着什么心思？我告诉你啊，只要我还活着，我就不会同意你们在一起。喂，你不是一直支持我追夏彤的吗？你讲话这么翻来翻去的，难道你真的要我等到你走了，我才可以跟夏彤在一起啊？就算我死了，你也休想。除非什么？除非你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不能够让夏彤受委屈，永远不能抛弃她。这是什么条件来的？这必须的，你不用说，我也会做。口说无凭，我要你拟下一份合约同意书。只要你先提分手，你名下所有的资产都归夏彤的。怎么，觉得不公平吗？如果不愿意的话，就表示刚才你说的全是假的。我也会让夏彤知道你不是全心全意对他。我哪有说不公平啊？我觉得很合理啊，一言为定。你们两个怎么会在一起啊？从现在开始，他会来帮我。我什么时候答应你了？这是第二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儿子答应我的条件啊。那你可以这样威胁人的，万一影响我跟夏彤的感情怎么办？我不会让你为难，你不需要跟我通风报信。你最好言而有信，我在等喝媳妇茶。这就要看你的儿子到底有没有本事了。你放心，我一定可以的。干嘛？心情不好啊？你知道你儿子跟我女儿在一起，也不告诉我，你说我这个做爸爸的心情会好吗？我都没有机会说。你没手机啊？我不是当事人，由当事人说比较适合。好了，对不起啊，你不要生气啊，是我的错。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加倍对夏彤好的。那是应该的。我警告过你啊，你要是你敢欺负夏彤的话，我死了都不会放过你。哎，你看了吴医生，他说什么？他说要换疗程。换疗程？之前那个疗程不适合。他问我要不要试一试实验中的药物。我就当白老鼠了。不要那么悲观，有了治疗就表示有希望。为了夏彤，我是不会放弃的。我一定要战胜癌症，我不能够就这样倒下了。轻轻说再见，请别走太远。流逝的时间，聚焦其中遗憾的裂变。惦记的梦想，城市里兑现，清醒释放感觉要体验。想要给的爱，想要说的话，了无牵挂。在
再走一段并肩走的路，再说一句最真心的话，最真实的情一直存放在我们心上。再跳一支最想跳